年，1691起官司。这不是什么律所业绩，是 LV 在中国干的事。近日，奶茶品牌茉莉奶白用的4叶花图案被判侵权 LV 旗下7件图形商标，需赔偿1030万。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卖葡萄酒的用了路易威顿，赔了20万；贵州一酒吧挂了 LV 招牌，器具印了 LV 字样，赔了53万。5年1691起，几乎一天一起。从奶茶到红酒，从酒吧到珠宝，连一家倒闭的鸭血粉丝店都没放过。卖包的世界巨头把法务大棒抡出了流水线的节奏。商标保护没错，但1691起官司砸下去，这到底是在保护品牌，还是拿商标当武器搞地毯式轰炸？维权和霸凌的边界在哪？大牌疯狂起诉的时候，小店的活路又在哪？这个问题值得所有人深思。你还知道要脸这2个字怎么写吗？国际奢侈品牌 LV 正在中国密集发起跨行业商标诉讼，从网红奶茶茉莉奶白到南京鸭血粉丝店，就连平价古风餐吧都被起诉。随着多起商标诉讼刷屏全网，大批网友已经忍无可忍，集体花式硬刚 LV 官方账号。有人直接上传人民币特写截图，指着上面同款4瓣花卉纹样私信质问，还有人晒出烟盒、中式园林漏窗、民间刺绣照片。文博爱好者直接甩出敦煌壁画、唐代织锦文物证据。大家就想问一句，这些咱们传承1000年的中式花纹，全民都在公用，凭什么被你一家独占？很多人以为茉莉奶白的千万官司只是个别案例，事实上 LV 早就布局完毕，针对这款中式4叶花卉纹样，开启全行业围剿式维权。从连锁新茶饮、网红国风餐吧，再到街边普通小吃店，只要门店包装、店内装修出现这款对称花卉图案，统统都会收到法院传票。最荒唐又让人气愤的就是南京鸭血粉丝店一案 ，LV 直接把秦淮区一家平平无奇的鸭血粉丝小店告上法庭。无数网友直呼离谱，一碗10几块的平民小吃和几万块的奢侈品皮包毫无关联，居然也能被盯上。可真相更是让人怒火中烧。真正被判定图案侵权的是隔壁一家亏损倒闭的古风餐吧，店主全程小心谨慎，专门避开大牌元素，找人手绘国风墙面，采购复古餐具，反复修改花纹样式。结果就因为墙面一组简单的4瓣海棠古纹，被 LV 认定商标近似，张口索赔200万。更冤枉的是，这家鸭血粉丝店仅仅是出借营业执照帮忙代收款项，全程店内没有使用过相关花纹，躺着被连带起诉，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应诉。哪怕最后法院判决鸭血粉丝店无责，不用赔付，这家本分的街边小店也白白被这场无理诉讼折腾。最终亏损倒闭的餐吧被判赔偿11万元，这根本不是偶然个案，这是 LV 有预谋的全覆盖收割。早在几年前，广东多家布艺工厂、江浙大量纺织商户就纷纷中招，商家只是正常生产售卖印有传统宝相花纹的布料，就被 LV 起诉侵权追责。大到连锁品牌、面料工厂，小到街边餐饮小店，只要使用这款传统对称纹样，随时面临被起诉赔款的风险。LV 早早把这款源自中国的古纹在餐饮、服饰、纺织等几十个行业全部注册商标，靠着驰名商标跨品类保护规则，拿着我们的文化卡、我们国货的脖子，我们再回看纹样本源，就能读懂所有人的憋屈。纹样最早是我国唐代的宝相花，古时遣唐使将其带到日本，慢慢发展成当地家纹。LV 借鉴这套花纹改良设计后，注册成了独属于自己的商标。说白了，你的经典老花本源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东方美学。海棠纹、宝相花、新石器出土的势利纹，自古以来都是全民族共享的公共文化符号，所有中国人都有免费使用的权利。一边是传承1000年无任何人可以私占的传统文化瑰宝，一边是外来奢牌抢先注册，垄断纹样商用权利，到处打压小微国货商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商标纠纷，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文化强盗行为。无数国风小店老板委屈至极。我们做新中式装修，用传统古纹装饰门店，只是想弘扬本土国风审美，从没有蹭奢侈品流量的想法。普通消费者吃一碗鸭血粉丝，买一杯平价奶茶，根本不可能联想到 LV 奢侈品，完全不存在品牌混淆。到头来，我们国人却要为 LV 的文化挪用买单。从赔付1000万的茉莉奶白，到倒闭赔款的古风餐吧，再到无辜躺枪的街边小吃店，这一系列案件戳破了最扎心的现状：外来品牌拿走我们的传统文化，注册私有商标，反过来把本土创业者告到赔钱。知识产权的初衷是保护原创设计，不是纵容品牌掠夺公有传统文化，打压国
货商户。这些沉淀千年的东方纹样，刻着我们的民族审美，绝不能被一纸商标垄断。我们尊重法律，服从商标规则，但我们更要守住自己的文化底线。希望国内加快完善传统文物纹样商用保护条例，别让老祖宗流传千年的国风瑰宝变成外来资本收割打压国货的工具。真正的文化自信就是守住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不让文化强盗喧宾夺主。你身边有使用中式传统花纹的店铺吗？你觉得千年古纹该不该被海外品牌独占注册？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LV 不行，你把蛋仔派对也给告了吧，毕竟蛋仔的脸上天天挂着四叶草，不告一下真说不过去。LV 打开评论区，天都塌了，不仅香菇上的十字架，还有我们试卷上的考题压力也给到你。对了，纸钱上也是这，你得去一趟地府告阎王了。更有硬核网友直接甩出人民币纹样，仅嫌标识花式给官方私信直言：你怎么不来起诉？是不敢碰，还是心里有数 ？LV 凭一己之力单挑整个中国，到底谁给你的勇气？网友这般讽刺吐槽绝非凭空乱说，从茉莉奶白到南京鸭血粉丝小店，就连亏损倒闭、人均20-30元的平价古风餐厅都接连受到 LV 的诉讼。这场高奢巨头与人间烟火的对决，明面上是打商标官司，暗地里其实是一场关于中国传统纹样定义权的抢夺战。普通人很难想象，一个几万块的昂贵皮包，怎么会和一碗10几块钱的鸭血粉丝汤扯上关系？据江苏媒体报道，涉事古风餐厅老板收到传票时十分错愕，他仅在墙绘平价餐具上使用传统四叶花卉纹样，并无刻意仿冒名牌的心思。可 LV 调查人员早已暗中进店取证，就连平台顾客评价都被当作证据呈上法庭。哪怕店铺早已亏损倒闭，仍被索赔200余万，一审判决赔付8万余元。这就好比一个穿定制西装的人冲进菜市场，指着一个卖鸭血的大爷说：“你盛汤的瓷碗边饰长得像我的衣服纽扣，你得赔我一笔钱。”很多人纳闷，堂堂国际顶奢，差这点小钱吗？事实上，这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而是奢侈品行业通用的反淡化商业策略。在 LV 的逻辑里，如果街边的鸭血粉丝碗、路边的平价餐吧里都印着类似他们老花的图案，那买他们几万块包包的客户们出门就会觉得掉了身价。当一个符号在市井烟火、低端业态里随处可见时，它的高贵感就被稀释了。为了维持这种由符号统治的暴力帝国， LV 早在国内把这个四叶花卉商标进行了全品类注册，从皮具一路注册到了餐饮、住宿、纽扣和拉链等，用法律筑起严密壁垒。但这正是整件事最让国人愤怒的地方。 LV 一直称老花图案1896年独家原创，说设计师的灵感来自日本正仓院收藏的罗间子弹五弦琵琶。可只要稍微翻翻历史档案就知道，日本正仓院里的那把琵琶是唐代赠予日本的国礼，上面那些精美的植物花卉和四叶造型纹样，全是大唐盛世的顶级工匠一刀一画亲手雕刻出来的。西方设计师绕了地中海一整圈，宁可把灵感归结给日本，也绝口不提这些图案的中国血脉。这种四叶形状的纹样在中国历史悠久，最经典的就是宝相花和唐草纹。早在1000年前的唐代，这类花纹就广泛见于敦煌壁画、古建窗棂、传统刺绣与瓷器彩绘，承载着吉祥顺遂的美好寓意。它是华夏儿女用了几千年的公共文化资产，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传统美学，老祖宗留下的美学元素。经品牌改良注册后，反倒禁止国人正常使用，实在讽刺。在这场美学定义的暗战里，国人感到憋屈的不仅是千万罚单，更是传统文化在现代商业社会里遭遇确权困境。法院依照商标相关标准判定店家构成近似侵权，可舆论早已跳出法律层面，网友并非认可仿冒侵权，只是不愿本土传统纹饰被外资独占，更不接受西方品牌垄断传统文化的使用话语权。法律手段确实可以通过抢注商标来霸占一个商业符号的独占权，但它永远也切断不了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代代相传的美学记忆。这场从茶饮品牌到街边鸭血粉丝小店一连串诉讼，撕开了奢侈品牌的虚伪面具。资本不断汲取中华传统纹样养分，又借助法律将千年文化符号化为私产。四叶纹样的根藏于敦煌风沙与大唐烟火，从来不属于奢侈品柜台。当高端品牌对市井小店步步追责，大众自有评判，妄图独占传统文化的符号霸权，终究会败给源远流长的大众审美。我现在看到很多消费者都说一定要去买一杯茉莉奶白啊，以示支持。这种情感我觉得可以理解，它体现的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东西、我们的文化元素，还有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但是这场纠纷的本质，它还是法律问题，我们还是需要从法律方面去解读一下。首先 LV 的这个图案确实源自于咱们中华传统的纹样，但是 LV 呢已经把它转化成了具有高度识别性的商业符号，并且注册成了商标。那法律保护的就不是四叶花这个概念，而是 LV 1997年就在中国注册的这个商标的图形。其次呢，虽然 LV 主打的是卖香包，而茉莉奶白是卖奶茶饮品，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是 LV 它属于驰名商标，而驰名商标是可以
跨类保护的，这是咱们在加入 WTO 的时候明确承认的。那这次法院也认定茉莉奶白的设计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双方存在联名款合作，从而用这种不当的借用了 LV 的商业信誉，所以这个借口也是被驳回了。那更让茉莉奶白这次处于被动，还在于在2年前，茉莉奶白的关联公司就曾经申请多个类似带有花卉的商标，而在被驳回之后呢，仍然大规模进行商用。那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在法律上就会被直接推定为具有搭便车的主观攀附，有存心蹭热度的嫌疑。那茉莉奶白也正是因此被法院处以了重罚。所以从以上几点来看呀，这次茉莉奶白它作为新兴品牌，在商标程序上确实存在不足。不过呢，这次案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说清一家奶茶品牌的法律责任，更在于推动我们整个社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和思考。这是我们很多企业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品牌的必经之路。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中国风正在不断在各个创意品牌中兴起，国潮国货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用法律保护我们的文化瑰宝，而不是用情怀模糊商业的规则，这才是对文化更好的一种传承。驴牌告奶茶被群嘲，然后下点雨之后，打那个墙根底下呼通呼通往出冒一堆狗尿苔来给大伙普法，告诉大伙驴牌是合法合规的，用得着你普法？你说哪根葱啊？嫌你谁不知道驴牌注册商标受保护啊？我们都知道奶茶不占理，但是现在大伙关注的点根本就不在奶茶上，而是大伙的情感上。在印度，你告印度企业试试，你看你能不能赢？别说印度，你在美国，三星告苹果，三星输；在韩国，苹果告三星，苹果输。你端谁的饭碗，吃谁的饭，不知道吗？预制菜也合法，但是你现在看看贾老板啥结果？遇见小面也合法，你看看大伙是什么态度？最后遇见小面撤诉道歉，还把商标无偿的送给了遇见小面，就是为了挽回自身的形象。合法不等于合理。大家膈应驴包，主要是他格局出了问题。之前起诉一家香港的小理发店，因为人家老板的板凳啊，上边这个图案是方格子型的，人家也没用板凳营销啊，咋的做这个得劲儿啊？最后老板哭的求子，还赔了12500港币，还起诉鸭血粉丝汤，你们都盯啥呢？交通法上还有弱势群体呢，这些个芝麻绿豆大的小个体户，怎么就威胁到你国际大牌的生意了？不纯属没事找事敲诈勒索要钱不要脸了吗？奶茶虽然跟他们比算大牌，但跟驴包比起来那也是芝麻绿豆大呀。再者，这个图形在唐朝我们的琵琶上就已经有了，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厕所都用这个形象。他们还理直气壮告别人，咋不告厕所去呢？厕所是你们新开的旗舰店呐，国际象棋的棋盘用的也是方格子图案，你为什么不去告啊？别说这是巧合，他们以前少抢我们的文物了吗？水军洗地的时候，先把大家反感的点给整明白了，否则你越说普法，只会让大伙越反感这头蠢驴。为什么他在西方的官司都输了，到了我们这反而会赢啊？这个问题不值得重新思考吗？合法就代表合情吗？一味的拿法条洗地，你根本就没有抓住舆论的核心。大众在意的是流传千年的中国风纹样，不应该被海外的品牌圈地独占。它属于全民共享的传统公有纹样，不应该算构成商标侵权。大足石刻、宝相花自古就存在4瓣的对称花卉，4瓣十字排布，花瓣留白，这属于公有的基础图案，怎么就成你家专有的了？吃相太难看了吧？咋不去公厕吃呢？以后给公厕俩字去掉，改名叫陆玉微蹲。哎呦我的妈！浙江宣传谈 LV 老花之争不只是商标。近日，茉莉奶白一审被判赔偿1000万 ，LV 身后空无一人刷屏热议。不少网友对比发现 ，LV 老花和我国千年宝相花纹高度相似，大家十分揪心。老祖宗流传千年的传统纹样，难道要凭一纸商标拱手让人？类似外资挪用中式纹样抢先注册商标的事儿早已屡见不鲜。大众认可本次判决法理，却担忧外资借此助其使用壁垒，变相独占同源传统纹样。国人都有深厚的文化归属感，但如今这份惋惜大多只停留在线上感慨。文章警醒，只靠情怀远远不够，急需完善法律制度，提升文化转化和品牌保护能力，才能守住本土文化根脉。LV 总部负责人彻底懵了，法务团队也懵了。原本满心欢喜靠商标维权赚大钱立威严，谁也没想到接连起诉国货奶茶、街边小店，官司全赢，钱也赚到了，最后却被无数中国消费者集体抵制，彻底丢了路人缘。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真的太离谱了。
前段时间 LV 高调起诉国货茶饮茉莉奶白，一口咬定 logo 图案侵权，一审直接胜诉，硬生生拿到1030万天价赔偿。本以为这就够了，结果他越告越上瘾，连南京街边只卖10几块一碗的鸭血粉丝汤小店也不放过，随便一个市井小店铺都被他起诉索赔上百万。LV 自以为站在法理制高点，能靠维权守住自己顶奢高端的地位，打压所有相似图案的品牌。可万万没想到，网友反手扒出惊天真相 ，LV 引以为傲的经典老花图案根本不是原创，源头是咱们中国千年唐代宝相花纹，老祖宗的窗花、园林地砖、老式砖瓦到处都是。一瞬间，全网舆论彻底反转，大家终于看明白了。拿着中国老祖宗的传统文化花纹注册专利，反过来疯狂收割，起诉中国本土小店、国货品牌。评论区网友彻底炸锅，态度180度大转变。第一次见赢了官司，输得一败涂地的大牌，抢我们的文化，还反过来告我们国人，太双标。以后再也不买 LV， 毫无格局，吃相太难看。从前的 LV 是大家眼里的高端顶奢，身份象征。现在的 LV 被网友调侃成奶茶、鸭血粉丝汤、汉厕同款花纹，香奈儿、迪奥默默吃瓜，根本不用出手竞争 ，LV 自己就把自己的高端口碑玩崩了。互联网从来不是没有记忆，当年杜嘉班纳翻车后彻底跌落神坛，淡出中国主流市场。如今 LV 步步作死，消耗国人好感，说白了就是仗着品牌优势欺负国货，垄断传统文化元素。法理上他赢了，但人心、口碑、市场他输得彻彻底底。你们觉得 LV 这次口碑崩盘还有机会挽回中国市场吗？LV 这次真正麻烦的可能不是官司输赢，是品牌联想被彻底带偏了。他原本以为自己起诉一家奶茶店、鸭血粉丝汤店，维护一下自己的商标边界，没想到舆论反手就把 LV 送进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现在网友讨论的已经不是茉莉奶白这4朵花到底像不像 LV， 而是开始拿 LV 的图案去对比厕所、垃圾桶、地砖，还有老祖宗留下的一些传统纹样。那这对于一个奢侈品牌来说呢，其实是最致命的。奢侈品牌最贵的地方从来不是皮料，也不是工艺，而是它的人心里的想象。它卖的是稀缺感、高级感，是身份暗示，是别人看到你拎这个东西，心里默认你有品位、有层次、有消费能力。可一旦这个符号被拉下神坛，和厕所、垃圾桶、地砖这些日常场景去绑在一起，高级感瞬间没有了。也就是说 LV 又不靠普通人活着，普通人骂根本无所谓。但问题是，奢侈品的价值恰恰离不开普通人的目光呀。富人买奢侈品不只是买给自己看的，也是买给别人看的。如果大多数人看到 LV 不再觉得高级，反而开始调侃、解构、冷嘲热讽，那这个品牌最核心的情绪价值就会削弱了，是不是不先选择它了？所以这次就算 LV 赢了官司，也未必赢得人心。法律上它可能守住了商标的边界，但舆论上它却让更多人开始反问：4朵花、棋盘格、传统纹样，到底应该属于一个品牌，还是属于更久远的文化记忆？这才是 LV 最得不偿失的地方。他想证明自己的高级，结果为网友们一起拉下神坛。